俄羅斯到底還有多少兵？在烏俄戰場前線，俄軍派遣了上百萬名士兵，這看似宏大的鋼鐵防線，背後卻是118萬人的慘痛傷亡清單，以及本土防禦的徹底空心化。從前線不計代價的人海戰術，到後方靠機槍打飛機的魔幻防空，再到嚴重依賴翻新的考古級裝備，俄羅斯為了維持這最後體面，已經賭上了所有的戰略家底。在這個時間點上，如果在波蘭邊境或波羅的海方向，北約與俄羅斯突然爆發了第二場大規模衝突，這個看似強壯的世界第二還能扛得住嗎？到目前為止，在烏俄前方與後方還有多少士兵？烏俄戰爭打到現在，所有人心裡都有一個大大的問號：俄羅斯到底還有多少兵？有人說他越打越強，工廠三班倒，新兵一車車的拉，仿佛有無限的兵源。但真相往往藏在最真實、最不想讓人看見的數字裡。烏俄戰場上的俄軍兵力大概為71萬，密密麻麻地鋪在全長1255公里的戰線上。如果只看新聞標題，聽起來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鋼鐵長城，是不是讓你想起了蘇聯戰爭時期那滾滾向前的紅色洪流？說實在的，只是看起來猛而已。戰場上那71萬大軍部署地點很集中，成果卻寥寥無幾。目前俄軍在全長1255公里的接觸線上集結了超過71萬的兵力，這是自衝突爆發以來的最高紀錄，意味着每公里戰線上俄軍平均攤了560多人，密度高到令人發指。在現代戰爭中，兵力密度過大，往往代表着是敵人炮火和集束炸彈的绝佳靶子。但俄軍明知道還要這麼幹，是因為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們的技術優勢不夠，只能靠兵力去推後盾。當然，這71萬人並不是像撒胡椒面那樣均勻分布在每個地方，而是死死地扎堆在3個關鍵節點。首先是頓涅茨克方向，俄軍主要部署在利曼和紅軍村，這裡是目前打得最慘烈的地方。俄軍在這裡投入了10幾萬的炮灰，採用是人肉突擊戰術，一波接一波的小分隊，在毫無裝甲掩護的情況下向烏軍陣地滲透，哪怕陣亡了一批，下一批接着上，就是為了要在地圖上推進一步。這裡的兵力密度已經到了人擠人的地步。其次是哈爾科夫方向的庫皮揚斯克，為了牽制烏軍並且建立所謂的安全緩衝區，俄軍在這裡維持着高強度的進攻態勢，重裝備和精銳突擊隊大量消耗在奧斯基爾河東岸，他們試圖重演2戰的大縱深突擊。但在無人機漫天飛舞的今天，每一次集結都被看透，衝鋒也都變成了送死。但為了政治任務，他們必須留在這裡。最後是在扎波羅热方向的胡利亞伯勒，這裡是南線的索要，也是通往克里米亞路橋的命門。為了防止烏軍切斷這條生命線，俄軍在這裡構築了銅牆鐵壁，把大量的預備隊填進了戰壕。這71萬人就是俄軍目前能拿得出手的幾乎所有的機動野戰力量，他們被鎖死在戰壕裡，根本動彈不得。每天面臨的是 FPV 無人機的獵殺以及海馬斯的定點清除。如果這時候讓他們撤退去支援別的地方，這些地區的防線瞬間就會崩塌。既然這71萬士兵無法保證戰場優勢，那俄羅斯本土的士兵難道不能調過來幫幫忙？火力軍就幫大家扒一扒，剩下的那些兵還有多少？他們到底在幹什麼？粗略計算一下，238萬的總兵力減去前線士兵的71萬，後方大概有160多萬士兵駐守。這剩下的本土兵力還真不能調動。俄羅斯國土面積1710萬平方公里，邊境線長14509公里，中俄邊境線達4375公里。與北約國家芬蘭的邊境線有1300公里，漫長的邊境線需要大量部隊防守。如果不派兵駐守，地盤很快就會丟，比如日本就會光速奪回北方四島。其次，首都莫斯科、聖彼得堡以及在一些不穩定區域，駐軍也需要大量戰鬥人員，特別是高加索地區的車臣、韃靼斯坦等一些動輒就鬧獨立的加盟共和國。除此之外，俄軍武裝力量中的戰略導彈部隊、空軍、海軍等技術兵種不能動。情報總局、安全總局直屬特種部隊不能動，還有一些國外駐軍也不能調動，如白俄羅斯8萬駐軍、德佐地區以及格魯吉亞駐軍根本不敢動。就結果來看，俄本土的士兵大致可以分為3類：现役支援部隊、邊境防禦小隊和城市守衛。第一類是现役支援部隊，這部分人雖然穿着軍裝，算在150萬的編制裡，但他們不是拿衝鋒槍的，而是修車、搬炮彈、搞後勤的，還包括了在醫院裡的傷兵。現在的俄軍後勤壓力巨大，這部分兵力每天忙着把蘇聯老倉庫裡的生鏽坦克拖出來，敲敲打打拼湊零件，修補完送上前線，或者是把千里之外的彈藥通過鐵路運到頓巴斯。
他們是維持戰爭機器運轉的機油。但如果你指望這群技工和搬運工去抵擋北約的豹二坦克，那是痴人說夢，也是對他們的殘忍。第二類是邊境防禦小隊。大家最近看新聞也發現了，烏克蘭的特種部隊和無人機經常去俄羅斯邊境州串門，甚至搞突襲。俄軍沒有正規的裝甲師去防守，所以組建了所謂的機動防禦小隊，人員構成極為混雜，有義務兵、邊防局的警察，甚至是當地的民兵，拿着輕武器，開着皮卡或者沒有任何防護的卡車，主要的任務是防滲透、防無人機。這種配置對付幾個破壞小組還行，如果是正規軍團衝過來，他們連報警的電話都沒打完就沒了，說明在正規軍主力被部署到烏克蘭後，俄羅斯漫長的邊境線就是靠這些輕步兵在巡邏。這不是防線，而是一面一推就倒的籬笆牆。第三類，城市守衛，這也是最能體現俄軍捉襟見肘的地方，也是最魔幻的一幕。像喀山、像諾夫哥羅德這樣的工業心臟，本來應該有 S-400、鎧甲 S-1這種高大上的防空網，但現在很多先進的防空系統被調去了前線，或者被烏克蘭炸毀了。為了保護工廠不被炸，俄軍搞出了機動火力小組，架着機槍，扛着老式的肩扛式導彈，站在工廠屋頂上防空。這畫面是不是很眼熟？這跟二戰時候倫敦屋頂上的防空哨有什麼區別？堂堂世界第二軍事強國，擁有高超音速導彈的大國，本土的工業重鎮居然淪落到要靠機槍打飛機的地步。這說明本土的防禦力量已經被抽調到了極限，連最後的底褲都拿去補前線的窟窿了。就火力軍來說，烏俄戰爭屬於俄羅斯掏空家底的最後一步，兵力已經到達極限。說到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如果再爆一場大規模衝突，俄軍頂得住嗎？現在讓我們做一個大膽的，也是美歐戰略家們正在做的戰略推演。如果波蘭或者波羅的海方向突然爆發了大規模衝突，或者北約覺得時機成熟，親自下場了，要開闢第二條戰線，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側翼重擊，結論非常殘酷，俄羅斯的常規力量不具備打2場戰爭的能力。數據不會騙人，烏俄戰場上的那71萬名士兵佔了俄軍總兵力的1/4以上。這些士兵現在正陷在泥潭裡，每天面臨着無人機、火炮的轟炸。如果要他們立刻撤出戰鬥，轉頭去迎擊北約，那是不可能的。一旦主力撤退，对面的烏軍立馬反撲，脆弱的防線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崩盤。到時候不僅僅是丟地盤，還會演變成一場大潰敗。對於俄羅斯來說，它只能依靠本土兵力，只是就跟上面說的那樣，戰力堪憂。俄羅斯現役總兵力大約為238萬，其中軍事人員有150萬，但實際上總兵力是總兵力，戰鬥部隊是戰鬥部隊。在一個國家軍事機器中，能夠直接投入一線的戰鬥部隊伍，往往只佔總兵力的20%左右，後勤人員則佔比70%。在烏俄戰場之上，俄軍的總兵力大約為71萬，看似越打越多，比戰爭初期多了很多，但是對俄羅斯來說，這已經是極限，本土可用的士兵沒剩多少了。在俄軍的238萬人總兵力中，合同兵並不多，義務兵佔了很大比例。根據俄羅斯憲法，義務兵是不參與出國作戰的。關鍵是義務兵服役期僅1年，沒有什麼戰鬥力，到戰場上也是送死。俄羅斯國防部宣布今年再徵兵16萬，就是徵召的義務兵，所以並不能立刻補充到戰場上去。如果把俄軍傷亡數據疊加上去，你就會發現俄羅斯的剩余兵力實際上可能更少。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截至2025年12月11日的最新數据，俄羅斯武裝力量的累計損失已經達到了118萬人。這意味着俄軍在2022年開戰前，所有的地面作戰部隊已經被輪換着消滅了3遍以上。可能有人会覺得烏克蘭的數據有水分，那我們看看美歐的評估。英國國防部在10月給出的數字是110.8萬人，英國情報機構負責人在9月說的是約100萬人，就連最保守的美國官員早在4月份就估計傷亡超過了79萬人。而在最核心的陣亡人數上，獨立機構美杜莎和媒體佐納通過訃告統計，確認至少有21.9萬人到25萬人直接戰死沙場。這就是普京之前宣布擴軍的真實邏輯，他必須把那些通過合同招募的、半路出家的，甚至是從監獄裡拉出來的非正規軍，全部給一個正規的名分，把他們塞進這新擴充的編制裡，來填補那100多萬人的巨大窟窿。而俄羅斯的徵兵能力呢？烏克蘭情報機構估計俄羅斯現在每個月大概能招募8000到9000名新兵，俄一個月拼了老命招9000人，但在前線一周就要損失近1萬人，這賬怎麼算也平不了。所以俄軍兵力的質量也在斷崖式下跌，150萬大軍不再是3年前那支精銳的職業部隊，而是一支由動員兵、志願兵以及囚犯拼湊起來的臨時軍隊。他們中的很多人訓練不足2周，
甚至連最基本的步戰協同都不會，就被送上了前線。他們的唯一作用就是消耗北約的子彈和無人機，為身後的火炮提供坐標。俄羅斯的真實兵力已經不再是鋼鐵洪流，而是一次性的僵屍軍團。俄羅斯所謂150萬大軍的真相就是，人員是注水的，傷亡是100萬級的，裝備還是考古級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兵力很龐大，但其實是虛胖。內部已經因為長期的失血和缺乏高科技創新，變得非常脆弱。即使不考慮人員，俄軍本土的戰力也所剩無幾。人不经打，俄軍的裝備更是慘不忍睹。烏克蘭總參謀部聲稱，俄軍已經損失了1萬多輛坦克和35000套左右的火炮系統，是二戰以來最慘重的裝備損失。現在的俄軍雖然紙面上有82%的坦克戰備率，但前線跑的 T90M 這種先進坦克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 T62、T55， 甚至是二戰時期的第一榴彈炮。俄羅斯的軍工產業現在雖然在那三班倒，但本質上是在考古，把蘇聯的舊裝備翻新一下送上前線了，並且一定程度上来說，機动能力丧失、精锐的空降兵和坦克师已經打光了。现在的部队是重組的、拼凑的，打阵地戰或者消耗戰還湊合，要是搞大範圍的機械化機動，橫跨幾千公里去跟北約玩運動戰，那只有被碾壓的份兒。俄羅斯的卡車不夠，指揮通訊不行，甚至連地圖都不一定認得全。除此之外，打仗就是打後勤。现在的俄羅斯軍工看着產能全開，實際上是在透支未來。所有的生產線都在瘋狂的生產炮彈、炸彈，優先供應給頓巴斯前線。就這樣，還經常捉襟見肘。前線的炮兵經常抱怨炮彈不夠打。如果再開闢第二戰場，需要的坦克、飛機、導彈從哪兒來？現在的軍工廠連修前線壞下的裝備都修不過來，新坦克的下線速度遠遠趕不上反坦克導彈的擊毀速度，並且俄羅斯還有鐵路依賴症。俄軍的後勤極其依賴鐵路，如果雙線作戰，北約的遠程導彈切斷了幾條關鍵鐵路樞紐，俄軍的後勤鏈條會在1周內崩斷，到時候前線的士兵連飯都吃不上，更別說開炮了。最後，我們來一個最直觀的實力對比，看看俄羅斯和他的潛在對手北約在常規戰爭這個維度上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先來看看兵力对比，北約现役部隊總人數超過320萬，這還是不算預備役的。而且這裡面有大量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德英法軍，他們一直在演練協同作戰，並沒有受到戰爭的消耗。俄軍現役兵力號稱150萬，實際能打的71萬已經在坑裡了，剩下的是維修工和保安。其次，打仗就是燒錢，北約每年的軍費開支總和高達1.4萬億美元，他們的每一發導彈、每一架飛機背後都有龐大的資金流在支撐。而俄羅斯已經把褲腰帶勒到最緊，石油都要賣到脫銷了，甚至是把養老金都挪用了。軍費大概在1700億美元，1.4萬億對比1700億，這是近10倍的差距。而且北約的錢買的是 F-35 戰斧導彈、星鏈和高精尖的電子戰系統，俄羅斯的錢很大一部分要用來發陣亡撫恤金，用來修補那些爺爺輩的舊裝備，還有被腐敗的官府層層剝削。這種不對稱的實力對比，決定了如果爆發常規戰爭，俄羅斯在北約面前就像一個拿着燒火棍、渾身是傷的壯漢。面對一群全副武裝、精力充沛的特種兵，或許你能揮舞2下咬對方一口，但倒下只是時間問題。由這個推演，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結論：現在的俄羅斯武裝力量就像一個被吹到極限的氣球，看着很大很嚇人，在前線100萬大軍很有壓迫感，但那是他最後的倔強。常規戰爭，俄羅斯已經打不起第二場了。好了，本期視頻到這兒就結束了。大家覺得俄羅斯如果和北約打起來，結果會如何？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喜歡的話點點關注，我是火力軍，下期見。